给你来个腿吗？那一会儿给林涛留着吧。好吃。你怎么发现的这个地方？不是，要是我喊你来吃饭，你不说话也就算了，你喊我来吃饭，这一句话不说，不太好吧？食不言，寝不语，除了是礼教之外，最主要还是对消化系统的尊重。哟，大王也在啊！快，不周。老秦能带你来这家餐厅，就是把你当自家人了。我觉得80%是喊我来买单的，不过终于有一个人来陪我说话。看来老秦的沉默已经把你折磨半天了，是吗？他这个人是有些变态的，你要花一点时间慢慢适应。变态早就能适应了，当尊佛像呗，供着。哦，对了，跟你们说点工作上的事儿。你们知道那个姓郭的为什么要到湖边抛尸吗？说说呗。又钓到鱼了吗？小声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今天钓了6条鱼了。哦。你长大想干什么？我想挣很多很多的钱。那干什么呀？我想给你治病。你呢？你长大想干什么呀？哎，你看鱼上钩了，快来帮我。辛苦了。这个地方很偏僻啊，一般除了上坟，没有什么人会过来这里。死者年龄不大，把绳子解开，剪的时候避开绳结，绳结留下的物证。知道。
已经形成尸僵了。你们看，这有一个明显的脚印，形状很小，但是通过这个纹理，看起来像是一个男人的鞋，而且前深后浅，很有可能是垫的内增高，说明这个男人对自己的身高非常不自信啊。死者怎么又少了一颗后槽牙？这已经是这几个月的第3起了，你确定是死后拔的吗？没有生活反应，可以确定，这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死亡时间是在凌晨3点左右。尸斑已经遍布全身，说明死亡时间在17个小时以上。膝盖上的尸斑指压还能还原，说明死亡时间是在19个小时以内。凌晨3点，一个姑娘跑到墓地去干什么呀？衣服没有被撕扯过，只是有些凌乱。绳子绑扎过的地方有轻微的出血跟脱皮现象，说明是生前捆绑的。但死者的头部没有遭受重击，也没有反抗的迹象，这一点是最奇怪的。会不会是被人下药了？已经抽过了心血，正在化验。处女膜完整，口腔跟肛门的生物检测报告也呈阴性，排除了非正常体位性交的可能。没有被性侵，可是也不是抢劫啊。他的手机和钱包都在身上。死者的颈部有一道很深的锁沟，经过1天的日晒，已经皮革样化了。双眼眼睑纠结和膜布满凝血点，心血不宁，指节乌青，说明他是被人勒住之后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会不会是为了追求刺激，窒息性高潮？嚯！如果是追求性刺激，不会像凶手这样用这么大的力。反正反抗的痕迹很轻微，只有4肢被捆绑处有轻微的擦伤。当然，如果死者4肢被捆绑然后再被勒紧，他确实也没什么能力反抗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把人绑在墓碑上是一种风俗，把这个女人当做祭祀品，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？那几十年前差不多。几十年前也不可能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凶手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反正现场的针扎痕迹并不明显，那是不是说明凶手和死者有可能认识？从小肠结合物的死亡时间来看，死者没有吃晚饭，最后一顿饭是在前一天中午的1点到2点，有可能跟凶手在一起。最后的午餐，这顿饭他吃了海鲜还有西红柿，你有什么发现？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我问的是你的鼻子。我又不是警犬。死者身上最大的疑点在他的右手，有被鞋重重踩过的痕迹。